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水龙王纳维莱特的角色攻略。不知道各位都是多少抽出纳维的呢？反正我是大保底才出的，经典的160抽，属实是老飞球了啊！说回正题啊，视频攻略包括配装、搭配思路都会说，有帮助到各位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。至于一个硬币实经验，同时 B 站对转发权重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。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或者转发给我就行了，同时还有经验拿，谢谢。先从纳维莱特定位说起吧。纳维莱特是一位主要靠重击输出为主的水属性角色，他的重击模式和一般角色不同，通过长按向前方发射一个像水龙激光炮的穿透伤害，意味着纳维拥有对单对群的能力。结合了大家对纳维的疑惑，总结了以下几个问题：第一，纳维相比其他主 C 有何优势，强不强？第二点，纳维配对如何取舍？第三点，纳维的抽取推荐。接下来从基础的天赋说起吧。普通攻击，纳维的核心输出，普攻造成3段优雅的攻击，很帅啊。重击有2种形态，第一种是重击蓄力没有完成的普通重击，一般实战用不到。主要来看这个重击横屏推裁，通过蓄力完成造成水龙激光炮的持续3秒，不耗体力的特殊重击模式伤害。如果你生命值是高于50%，每 0.5 秒消8%的生命值，1秒就消16%嘛。如果生命值低50%则是回血，每吸收1枚水滴可以回复16%生命值上限，这和战绩相关的，相互起来就是不掉血咯。这个效果主要是为了触发猎人套以及契合风当主流设计的。根据计算，每 0.4 秒可以造成1段伤害，3秒至多8段，伤害受益于纳维的生命值上限，总体数值给的非常的慷慨啊。纳维的战绩造成技能伤害以及盲属性伤害，而且产生3枚远水之滴。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问了，这个水滴有什么作用呢？纳维如果在没有水滴的时候，它的蓄力重击要非常的久，在有水滴情况下吸收3颗可以大幅度加快蓄力，也就是说立即释放了。每吸收1枚水滴会减少一些蓄力时间，最多一次3枚，元素爆发，简单粗暴，有一定范围技能伤害以及6给6枚，可以理解为加强版的战绩吧。冷却18秒，70点能量。实战下来，纳维在没有双水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催充能的，这一点后面配装会一起说的。还有需要注意，这个水滴是有持续时间的，15秒没有用它会消失，也就是说尽量开大的时候立即用完会比较好。纳维的天赋1，根据以上的反应可以持续30秒的增伤，最多3层，每层独立存在，包括搭配中离产生的水元素结晶反应也是可以加的。天赋2，当纳维生命值高于30%以上，每 1% 的生命值提升 0.6% 的水元素伤害，也就是说想要吃满这个效果，血量尽量保持在 80% 以上的生命值。纳维有一个持续掉血的机制，想要更好的提高输出，可以携带一个治疗角色或者治疗武器，会更好的触发这个效果。天赋3，游泳提升 15% 的速度，喜欢探索水下世界的玩家属于狂喜了啊。纳维总体机制非常简单，通过 EQ 技能生成水滴来让重击激光炮得到一个快速蓄力的输出作用。天赋加点方面主要靠重击输出为主的，普攻升个8级以上， EQ 对点或者不点都行。接下来说一下纳维的配对方面，我们一步步拆解，配合一命一起说吧。一命的纳维莱特天赋将额外获得1层效果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2种反应元素可以稳定吃满这个天赋1，以及大幅度提升抗打断的能力。我在另外一个号测试过了，能硬扛小宝的大风车，几乎霸体的状态了。但是0命的纳维存在2个小毒点，第一个是抗打断，第二个是充能。先说抗打断吧。纳维的输出模式是无法躲避的，也就是说只能冲刺打断输出才能躲避，意味着它会丢伤害嘛，那么就需要盾斧的保护了。没错，最佳优解是中离、减抗以及霸体。虽然 20% 减抗只能提升纳维的 12% 增伤左右，但是霸体的7万下来变相提高输出了嘛。如果没有中离，那么其他辅助可以过度使用，比如冰猫、草猫、莱拉均是不错的选择。第2个位置前面也说过了，天赋需要一个可以回血频繁触发那个增伤加的那个水伤那个，顺便解决纳维的第2个问题，充能问题。这里就是水系角色了。从目前伤害7万最优解是莫娜，因为可以带精魄，顺便增伤，双水共鸣，充能快。虽然0命的纳维双水无法稳定吃满天赋1的效果，相比天赋1的增伤，我觉得纳维充能循环更加重要。第3个位置，还有这个队伍就需要减抗增伤的，那么最后一个位置就可以携带望叶了。
如果你没望叶，可以带温迪、砂糖均可以。望叶带来的功能，相信各位也不用多说吧。真伤巨怪反应触发纳维天赋1，加的特别多。钟离望叶这个是没问题的。再说回莫娜吧，除了以上说莫娜对于纳维争议来说，莫娜这个队伍里面还有可以让望叶更加轻松的扩上水元素。如果是携带阿忍、皇女，对手法要求会高一些，这个才是重点啊。当然，对于那么强的纳维来说，皇女的和阿忍也是可以的，毕竟不是人人都有莫娜嘛。低配版的可以带皇女、阿忍。然后一命的纳维在队伍上不是必要钟离的，但不是说就不能带了。按照目前来说，携带钟离是目前的优选，没有钟离，等待后续水神的情况来搭配也是可以的。除了常规的纯水上输出，纳维作为一个前台挂水角色，逆杖棒啊、草神、超级杖均是不错的。我在测试过了，也玩过了，很香，很强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毕竟总门就是那样了啊。阵容搭配上 4.1 版本最佳选择就是钟离、望叶、莫娜。下位替代上面也说过了，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储备进行选择即可。哦，对了，大月卡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清楚的小知识啊，后台超过5秒可以加生命值和精通，然后其他战场不超过10秒，也就是说只要战场不超过10秒，你切人再切回来，切人再切回来，这个 buff 就一直在。比如纳维战场9秒再切人再切回来，又重新计算10秒了。不知道大家这个能不能听懂啊？所以各位大可不用担心这个月卡的覆盖率问题。然后来说说命座的解析以及性价比。一命真伤已经看打断，纳维的自变命座没有钟离情况下优先抽取，有钟离按照我想法以及打满深渊来说可以不抽，有条件还是可以抽的，后面搭配水神可以稳定吃满。二命最高加42%的爆伤，提升10%左右还好。3命普攻加3级，好家伙，枫丹后续应该都是这个效果了。这个最高15级看来指日可待啊，提升很大，大概25%。这是我参考舰长的命座来提升的，仅供参考啊。4命受到治疗4秒产生1枚水滴，配合奶妈才有奇效啊。6命就逆天了啊，本来由3秒的一个持续时间，6命 EQ 生成9枚水滴嘛，然后加3加9 12秒，以及还有额外伤害的。重打螃蟹这个录屏看下来6+1，平民的6+1啊，就是闪剑的，然后天赋没拉满，打出20秒。我0+0打螃蟹50秒 ，DPS 参考可以多了2.5倍。性价比抽取方面，136命座可以抽，武器精1专5即可。配对和命座抽取方面前面说过了，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来说说纳维相比其他主 C 有什么优势。首先，纳维的伤害是可以穿透的，可以灵活调整直线输出造成的群体输出伤害，在对单对群方面都是比较优秀的存在。而且输出模式非常简单，不需要太复杂的手法，只要通过水滴快速达到蓄力的模式调整敌方方向输出即可。哦，对了，阵容方面补充一下，纳维、钟离、莫娜，钟离可以带西风长枪，莫娜可以带精魄。精武每个大招回复18%的生命值上限还是非常可观的。莫娜充能推荐230以上，越高越好，保证冷却好就有大招。望叶推荐带西风剑，我的天，这个队伍钟离西风不带都行，丝滑至极，谁用谁知道。输出模式上，莫娜开 E 挂水铲球，望叶真伤巨怪。钟离开盾，纳维开大，莫娜开大，纳维蓄力输出即可。中间望叶记得穿插扩水真伤即可，既可以保持吃到望叶真伤效果，以及月卡武器的一个战场时间不超过10秒，很简单吧。最后来说一下纳维的武器选择，首先毋庸置疑首选是专武万世流水大典，高额爆伤以及特效生命值，增伤回能，大幅度改善纳维的充能。其次是风原点，其他的武器目前都不太适合纳维，因为纳维不吃攻击力，和夜郎一样吃生命值双爆的。4星首选新大月卡武器，高额暴击率，不过携带暴击武器你需要注意好你的生物搭配。其次还有4星的精魄，虽然伤害很一般，但是可以解决纳维的充能问题。其他4星目前暂不推荐吧。流浪特效是攻击力不吃，精通又不需要，故不做推荐。至于要不要抽专武专武相比月卡精1差距15%到20%左右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抽。在圣物方面上，纳维最佳是枫丹的猎人套，增伤以及稳定的36暴击啊，太香了。如果暴击足够情况下，和我一样带4乐团、4水均可以。猎人号更多是契合纳维的专武爆伤88以及突破者的爆伤嘛，就不缺这个爆伤了，然后就缺暴击，通过这个猎人号来增加。
常规的生命砂、水3杯、暴击爆伤头，暴击筒也尽量大约7-80以上才比较好。如果是专武猎人套，暴击40-50就足够了。考虑到纳维充能问题，推荐130以上循环会比较好用。不过我是带莫纳的，充能100都没问题，我对群对单都试过了，很 nice。从目前来说，纳维的总体表现非常的亮眼，而且是没有水神情况下，相信在 4.2 版本将会更强。有条件还是抽个灵命纳维是完全没问题的。那么好了，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那么有帮助到各位，喜欢点赞支持一下 UP 主。我是梁夏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哦，对了，最近官方将在9月28号上线手机端和 PC 端的网页版云原神，对于内存比较少的玩家属于是非常好的消息了。进入云原神，链接网页进入游戏即可畅玩了，不用下载 APP 安装包即可畅玩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体验一下哦。